大家好，我是 Hos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我今天要介绍的手表是 Vesenico Nede Aquaforte， 它不是来自瑞士，也不是德国，而是来自充满艺术气息的意大利。我想常看 Host 频道的朋友对这个品牌应该不陌生了。我已经在频道中介绍过好几款他们的手表了。这次 Vesenico 将要展现出硬核实力，受到文艺复兴艺术的启发，凭借着历史悠久的传统雕刻工艺，精心设计打造出这款雕花表款。介绍手表前要先诚挚的邀请你订阅 Host 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衷心感谢你的订阅，为我加油打气。我们现在看看规格的部分，表壳材质由 316L 不锈钢制成，表壳直径42毫米，表耳到表耳49毫米，在厚度的测量上为 11.9 毫米，搭载的是 Miyota 9039自动3连机芯，防水性能200米，发售价格为850欧元，折合约960美元。介绍手表前，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表盒。与之前所配备的全白印花表盒不同，而是将之前所附的威尼斯地图印在了这款表盒上面，盒子感觉更加的坚固。表盒的盖子的里层以及平面可以看到柔软舒适的类似绒布来包覆，保固卡则是收纳在底层里面。我只能说整体包装更有高级表的感觉了，而比表盒更加高级的就是这款表的外观。这是一款让我看到就心动，越看越喜欢的表。它的外观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放在表款上，雕刻的那种细腻感不输雕像，也不输大教堂的墙面花饰。如果你喜欢有设计感、历史性的手表，这表款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我们先从这表款最大的亮点说起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壳体上布满大量的花纹细节，这些可不是随便雕一雕的花样，它是叫做梁条叶的图腾。梁条在台湾或许不常见，在欧洲却是赫赫有名，是一种欧洲沿海岸生长的灌木。它独有的形态被人们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，例如锯齿形叶子象征克服障碍的勇气，其茂盛的生命力象征重生、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。远从古希腊时期就出现的经典叶式装饰，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几乎无所不在，例如梵蒂冈之状烛台、罗马万神殿圆柱、巴黎圣母院墙壁上都有它的身影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家的家具上也有刻上这种花纹。没错，它几乎无所不在。现在它出现在我们很熟悉的 Nede 的壳体上，像是把一段历史压缩进这个小小的空间里。至于这些图案是怎么刻上去的，当然不是随便刻一刻上色就完事了。Vesenico 可是非常讲究的。这里就要讲到这表款的名称了 ，Aquaforte， 翻成中文是什么呢？叫做强酸蚀刻，听起来有点危险及厉害吧？其实这是一种文艺复兴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工艺，其做法先在金属上涂上一层保护漆，再用刀笔画出图案，然后放进酸液里腐蚀一段时间。最后再手工进行上墨，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图案更显立体、更有层次。这时候敏锐一点的朋友已经听到关键点了，就是手工制作完成多道工序。现在还愿意用这种传统工法的品牌真的不多了，因为手工的关系，除了难做之外，相对成本也比较高，花费的时间又长，所以产能不大。但是 Vesenico 不迎合主流，只讲求灵魂的精神，完成了这款有深度的表款，这就是我最佩服的地方。在代表手表灵魂的表圈上，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花纹，延续了 Nede 系列的表圈，以梁条叶纹样作为基础，延伸发展为匀润的 C 型、S 型、漩涡状梁条叶纹饰，形样柔美流畅，蜿蜒反复。在12点钟的位置有个倒三角形标记，3点钟及9点钟以相同的符号相呼应，在6点钟的位置也特地设立一个特殊的花纹来做出区隔，其余是4个相纹的纹饰组成的连续图文。单向旋转的表圈格数为120个，转动的手感很好，刻度也有对齐，还是能作为计时表圈来使用。阶梯式的表耳也是刻有相对称的纹饰，设有护肩突出来保护表冠，还饰有美丽刻痕。我特别喜欢壳体侧面的优雅纹理，在生动的线条下构成有生命的纹样，富含节奏感的韵律，让人感受到艺术其数。而浪漫、愉悦与茂盛的生命力也油然而生，上下两道的流线抛光更是加分不少。
在如此灵动的雕刻下，表盘无需再来抢风头。绝对黑的盘面让我想起 Vesenico 的 Ultra Black， 采用日本独有的 Musu Black 涂料，可吸收 99.4% 的光线，拥有令人难忘的视觉体验。盘面的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简洁，最醒目的位置上放上银色的 logo， 装饰的恰到好处，上下隐约可见 Vesenico 和 Nede 的字样。起初我以为跟往常一样是印上去的字体，细看后才发现原来也是使用雕刻的，搭配立体的长条石标，配上铅笔型指针，抛光的干净利落，低调又有质感。说到质感，可以看到石标中间的夜光涂料是黑色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夜光涂料。这是瑞士的 Black Superluminova 夜光涂料，均匀涂布的在指针及石标上，在黑暗中并不是强烈的明亮，反而发出一种温暖的绿光，蛮美的。盘面上并没有印上分钟刻度，让盘面看起来更加干净，对称感也很舒服。盘面上也没有发现日期视窗，因为搭载的是来自日本的 Miyota 9039自动3联机芯，正频为4赫兹，动力储存约42小时，高正频给出了每天负10至正30秒的日误差。其特色是这款机芯很薄，走时准也容易保养。虽然它不是高阶机芯，但我觉得在$1000内还是很划算的。机芯只要稳定、耐用、可靠就好。毕竟在这表款上，能在机芯以外的地方找到很多的设计亮点以及价值所在。调试的方式也很简单，这表款有200米的防水性能，所以配备了锁入式表冠，旋开表冠即可上链，拉出表冠一段来旋转移动分针带动时针。镜面是带有防眩光涂层的平面蓝宝石，表盘清晰易读且美观。我自己实测过，在户外强光下看时间也不吃力，镜面清透的没话说。说到细节，我一定要大推这条皮革表带，它是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手工做就的皮革制成，是一种你一拿到就知道不便宜的感觉。皮革摸起来非常舒服，带有刷旧的视觉，重点是越戴越亮，越戴越顺手。而且连表扣都有雕花设计与表壳呼应，这样用心的程度是不是超有诚意的？我觉得这条皮带真的是太棒了，它不是配角，是衬托整表款的重点部分。你以为精彩的部分结束了吗？让我们翻过来看看表背的部分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标志性的6颗螺丝旋入式底盖，其周围以及表耳的上下也可有饰纹，甚至连微小的表冠背部也有。由此可见 Vesenico 对细节的关注。而这一次的底盖不再是救世主大教堂，而是在之前圣马可广场那表款上所提到的圣马可狮子。我只能说他们的设计真的很有美感，雕刻的非常的生动。圣马可狮子是威尼斯的象征图腾，它带有翅膀，脚上还拿着一本书，上面写着我不会念的意大利文。它的意思是愿你平安，马克，我的福音传道者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他一直是威尼斯历史的荣耀和守护者，体现着威尼斯这座城市的力量及全然保护。表壳尺寸42.5毫米，佩戴在我8英寸的腕尾，呈现出很棒的比例，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。表耳到表耳49毫米，很棒的尺寸。这表款比较适合6.5英寸以上的腕围来佩戴，厚度是1.9毫米，配上较宽的表带也不显厚。但是因为雕刻的外观在视觉上有点放大的尺寸，扎实的手感却不会感到沉重，即使长时间佩戴也很舒适。弧形壳体顺着手腕贴合，戴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尤其当光线照在壳体上，纹理在手腕间流动，那种雕刻的立体感真是越看越上瘾。绝对不是那种让人惊艳1秒却忘记得快的设计，反而是像老朋友一样，值得经年累月的陪伴，静静的欣赏文艺细节，稳稳的把一段历史、一段工艺美感展现在手腕上。这不只是一只腕表，更像是一场艺术，能够带着走，这感觉真的很棒。以上是对 Vesenico Nede de Aquaforte 的介绍。这表款目前已经开放预购，预计5月15日开始出货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趁早卡位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提出你对这个表款的看法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Hoss， 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